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提到香港首富李先生，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年过九旬依然西装革履，出席发布会时思维敏捷，掷地有声。大家私下里常常八卦，首富这么大年纪还能保持这种状态，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天价的人参，极品的燕窝续命？然而他的私人医生却在一次偶然的访谈中道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真相。李先生最核心的养生秘诀根本不花一分冤枉钱，全在这每天必喝的杯子里。听到这里，很多长辈可能会想，不就是多喝白开水吗？这有什么稀奇的？如果您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私人医生特别强调，随着年纪增长，老人家身体的代谢机制早就和年轻人不一样了。传统的每天硬灌8杯水，或者每天泡1大壶浓茶喝到晚，不仅不养生，反而是在无形中给心血管和肾脏增加沉重的负担。为了保护首富的心脑血管，私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白开水加淡茶加黑咖啡的黄金混搭法。没错，您没听错，被很多长辈视为刺激心脏的黑咖啡，竟然也是这套长寿方案里的重要一环。顶尖医学研究甚至证实，这种特定的混搭能让中老年人的中风风险大幅下降32%。普通人看富豪看的是资产数字，但私人医生看富豪看的是血管弹性和代谢指标。早年间，商界大佬们在商海里打拼，经常是靠着一壶壶浓茶和一杯杯苦咖啡熬夜续命。但当年龄跨过60、70岁的门槛后，私人医生果断叫停了这种喝法。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健康常识。很多长辈觉得年纪大了，血管里会有垃圾，喝浓茶能刮油。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的肠胃黏膜变薄，消化液分泌减少，浓茶里过量的苯酸就像是一块强力海绵，会把食物里的铁元素死死吸住，长此以往，极其容易引发缺铁性贫血。更别提浓郁的速溶咖啡，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喝下去，不仅会导致心率瞬间飙升，还会加速钙质流失，让本就脆弱的骨骼雪上加霜。既然浓茶和单一的咖啡都有隐患，那为什么私人医生还要把它们放进首富的日常饮水单里呢？这就是这套黄金搭配最精妙的地方，取其精华，去其毒性，用白开水打底，用淡茶和咖啡做药引。医生用精密的数据向固执的富豪证明了一个事实：最佳溶剂真正能有效稀释清晨粘稠血液，预防晨起血栓的，只有没有任何杂质的温白开。血管软黄金，茶叶中丰富的茶多酚，只要浓度适宜，就是给血管除锈的顶级抗氧化剂、大脑保鲜剂。而咖啡里的绿原酸和少量咖啡因，则是清理大脑神经垃圾、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成分。只要把这3者放在对的时间，控制在对的浓度，它们就会在长者的身体里形成一个完美的保护闭环。这就好比在经营一家庞大的企业，白开水是维系日常运转的现金流，淡茶是稳健的长期投资，而那一小杯咖啡则是激活大脑灵感的创新资本。所以这套连首富都在严格执行的3层饮水法到底是怎么个喝法？被称为身体清道夫的第一杯救命水，究竟该在几点喝才最有效？让老人家最头疼的喝咖啡怕骨质疏松，医生又是用什么简单绝招轻松化解的？别急，接下来的内容全都是干货，建议您拿出小本本记好。如果您觉得这前几分钟的科普对您有帮助，不妨先动动手指点个赞，或者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组里，
让老友记们一起跟着首富的医生学养生。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部分，这套黄金搭配的保姆级实操方案。在上一章我们提到，李先生的私人医生用一套不花钱的黄金搭配，稳稳护住了首富的心脑血管。那么这套连顶级富豪都在严格遵守的养生金字塔到底是怎么搭建的？私人医生将其分为3层：底色、标配与加分项。普通长者只要照着做，完全能把首富的健康秘诀搬回自己家。第一层底色，温白开800到1200毫升，身体的清道夫。如果您有机会走进李先生的书桌前，您会发现那里常年放着的不是什么名贵的大补汤，而是一杯看似最不起眼的温白开，而且这杯水的温度永远被严格控制在35到40度之间。私人医生曾多次叮嘱李先生，喝水不能像流饮，要像品红酒一样小口慢抿。很多长辈至今还迷信每天必须强灌8杯水约2000毫升的理论。但私人医生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家心肺和肾脏的代谢功能是在逐渐减退的。如果强行灌水，不仅会导致水肿，还会无形中增加心脏泵血的压力。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口不干、身不燥、无水肿就是恰到好处。医生为首富制定的饮水时间表，巧妙抓住了4个黄金为时段。晨起7点救命水，起床后先喝1小口温润唤醒。经过一夜睡眠，血液最粘稠，这口温水能迅速稀释血液，预防心脑血管晨起拉响警报。上午10点补水期，日间代谢最旺盛时补充水分。下午3点4点排毒水，帮助脏腑带走一天的代谢废物。睡前1小时防酸水，只需少量抿一口润喉即可，千万别多喝，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第2层标配，淡茶1到2杯，护血管的软黄金。众所周知，李先生是个地道的老广，对茶有着极深的情结。早年间，他极爱喝干茶、浓茶提神，但在私人医生的强力干预下，他硬生生改掉了这个几十年的习惯，将日常饮品全部换成了淡茶。港台的长辈们尤其喜欢去茶楼1盅2件，喝茶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是大好事。但核心秘诀全在一个淡字上。茶叶中的茶多酚是极佳的抗氧化剂，能帮血管保持弹性。但如果泡得像中药汤一样浓，过量的壬酸就会刺激变薄的胃黏膜。私人医生建议长辈们要看体质下菜碟，选对适合自己的那一杯。胃寒怕冷、消化弱的长者，首推普洱熟茶，尤其是在吃完丰盛的午餐后半小时喝，消滞解腻。香港大学的研究也证实，适量饮用普洱对调节胆固醇大有安此意。体热、容易上火的长者，可以选择绿茶或白茶，抗氧化能力最强。但切记，胃不好的长辈千万不要空腹喝，求平稳。介于2者之间的长者，乌龙茶如台湾冻顶乌龙是最佳选择。半发酵的属性让它既能平衡代谢，又非常温和。第3层加分项，黑咖啡上午1杯，大脑的保鲜剂。当我们来到这座养生金字塔的塔尖时，出现了一个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角色——黑咖啡。很多长者一听到咖啡，直摇头，不行不行，喝了心悸，睡不着，还骨质疏松。但实际上，私人医生却主动在李先生的早晨餐单里加入了1小杯约200毫升黑咖啡。为了打消富豪对骨质疏松的顾虑，医生耍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小手段，在这杯黑咖啡里精准滴入15毫升的鲜奶。医生向李先生解释，只要控制在每天上午喝1杯，咖啡绝对是中老年人大脑的保鲜剂。咖啡中富含的绿原酸能显著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对中老年人的糖代谢极其友好。更重要的是，适量的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保护剂，它能帮助清理大脑中的类淀粉蛋白沉积，而这正是预防老年痴呆认知障碍的关键。至于长辈们最担心的钙流失问题，其实微乎其微。正如私人医生所做的那样，只需要加1小勺约15毫升的新鲜牛奶，就能完美补回那1小杯咖啡带走的钙质，轻松破除骨质疏松的迷思。请注意一个铁律，这杯加分项的咖啡必须在上午9减11点之间饮用，且坚决拒绝加糖或使用3合1植脂末奶精，否则养生就变成了养膘和添堵。讲到这里，可能不少港台的长辈会微微一笑，心里想：茶加咖啡，这不就是咱们茶餐厅里最常见的鸳鸯吗？这有什么稀奇的？长辈们想的一点也没错。香港的鸳鸯奶茶本质上就是把黑咖啡和浓红茶按比例混在一起，但传统茶餐厅里的鸳鸯为了口感香甜，加了大量的淡奶、炼乳和白糖，这一杯下去，血糖和血脂瞬间就飙升了。私人医生在给李先生制定方案时，正是巧妙借鉴了这种港味十足的搭法，去掉了高糖高脂的炼乳，保留了茶和咖啡的最纯粹提取物，打造出了一杯健康版无糖鸳鸯。当时身边也有亲友提出疑问：咖啡提神，茶也提神，两个一起喝，老人家脆弱的心脏和血管吃得消吗？私人医生没有直接解释复杂的生化公式，而是掏出了一份让整个医学界都为之震动的权威研究报告。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对50岁到74岁之间超过36万名中老年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跟踪随访。研究人员把这些长者平时的饮用习惯做了详细记录，并监测他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最终得出的数据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单独喝茶每天2到4杯，中风风险降低了16%；单独喝咖啡每天1到2杯，中风风险降低了8%到12%；茶加咖啡组合每天各喝2到3杯，中风风险竟然暴跌了32%，全因死亡风险更是下降了22%。也就是说，茶和咖啡搭配着喝产生的健康保护效能，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直接翻倍。这份研究一出炉，迅速登上了国际顶尖医学期刊。私人医生正是基于这样坚实的临床数据，才敢放心地把这套方案应用在首富的日常养生里。为什么茶和咖啡凑在一起就能爆发如此巨大的威力？私人医生用极其朴素的比喻给李先生做了解释，这就像是给身体的心脑血管请了一对黄金搭档，一个负责冲锋陷阵，一个负责稳健后防。咖啡的先锋官作用，咖啡因和绿原酸能迅速激活血液循环，促进代谢，并像一位勤劳的清洁工一样，帮助清理大脑中堆积的废弃物类淀粉蛋白，防止神经传导通道被堵塞。茶水的后防线作用，茶叶中的茶多酚和儿茶素是极强的抗氧化剂，它们附着在血管内壁上，帮血管抵抗氧化衰老，维持血管的弹性和韧性。一个负责清理脑部垃圾，一个负责滋养保护血管，两者协同作战，心脑血管发生堵塞和破裂中风的概率自然大幅下降。更精妙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人脑情绪的微调。很多老人家不敢喝咖啡，是因为咖啡因刺激中枢神经后，容易让人心慌手抖，产生焦虑感。而茶叶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氨基酸，叫做 L- 茶氨酸 L-theanine。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 L- 茶氨酸能够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产生舒缓的 alpha 脑电波。这种脑电波会让人感到放松宁静，
当咖啡因遇到 L 碱茶氨酸，神奇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茶氨酸能精准抚平咖啡因带来的躁动与焦虑，同时保留咖啡因带来的头脑清醒。用一句最直观的话来说，单喝咖啡可能会让您兴奋且紧张，但茶加咖啡的黄金组合却能让中老年人达到一种极其理想的状态：清醒，但不紧张；镇定，但不困倦。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明天一早就冲一杯健康版鸳鸯试试看？且慢，私人医生特别警告：再好的药方，用错了剂量和时间，毒性就会大于药性。茶和咖啡每天最多能喝几杯？下午喝会不会导致整夜失眠？患有严重高血压、胃溃疡或是缺铁性贫血的长辈，到底能不能喝？下一章我们将奉上私人医生总结的保姆级避坑指南，把具体的用量、卡点时间以及忌口人群一次性讲明白，教您安全、无痛苦的把这套首付同款方案用到极致。在上一章中，私人医生用权威的医学数据向我们揭示了茶加咖啡的神奇功效，能让中老年人的中风风险大幅下降32%。这套健康版无糖鸳鸯的理论一出，相信很多长辈都已经跃跃欲试，想马上给自己冲一杯了。但是且慢，私人医生曾对李先生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医学名言：再好的神丹妙药，一旦脱离了剂量和时间去谈，那就是在给身体下毒。富豪的养生方案之所以有效，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选对了饮品，更因为他们有着极其严格的执行纪律。普通长者如果盲目跟风，喝错了时间或者喝错了量，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让大家安全无痛苦地把这一套首付同款方案搬回家，私人医生特别总结了3条不可逾越的实操铁律。铁律1：严格控量，拒绝中药汤与伪咖啡。如果您仔细观察过李先生的茶杯，就会发现一个细节：他的杯子往往不大，且茶水永远是清澈透亮的。医生给出的第1条铁律是：全天茶加咖啡的总量绝对不要超过4杯，按每杯250毫升计算。超过这个量，即使是再健康的肾脏，也会因为频繁利尿而流失过多的电解质。在这4杯的限额里，长辈们最容易踩中2个极端雷区。雷区1：把茶泡得像中药汤，很多老友记喝了一辈子茶，口味越来越重，半杯都是茶叶。私人医生极力反对这种喝法。浓茶中含有超标的溶酸和咖啡碱，它们进入中老年人原本就脆弱的肠胃后，不仅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引发胃痛，还会像磁铁一样吸附食物中的铁元素，长期下来极易引发缺铁性贫血。记住，茶水必须淡，要能一眼看透杯底。雷区2：图方便喝3合1速溶咖啡，千万不要把超市里10几块钱一大包的3合1速溶当成养生咖啡。医生指出，那里面真正咖啡的成分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是植脂末奶精和白砂糖。植脂末中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这可是心脑血管的头号杀手。喝这种咖啡不仅不能清理血管垃圾，反而是在往血管里精准投毒。一定要选择纯正的黑咖啡，怕苦可以自己加少量鲜牛奶，但绝不能加糖和奶精。铁律2：精准卡点，顺应人体生物钟。懂得喝什么只是第一步，懂得什么时候喝才是拉开健康差距的关键。李先生的作息极其规律，他喝水、喝茶、喝咖啡的时间都是私人医生根据人体器官运转的生物钟精准计算过的。上午9:00:1点，黑咖啡的黄金窗口，长辈们晨起第一杯必须是温白开救命水，绝对不能空腹喝咖啡。吃过丰盛的早餐后，到了上午9点至11点，人体的皮质醇压力荷尔蒙水平开始自然下降，此时喝下一杯
加了少量鲜奶的黑咖啡，绿原酸刚好能配合身体提升代谢，同时咖啡因能最大化的发挥清理大脑神经废物的功效，让人整个上午都神清气爽。下午1点减3点淡茶的消脂时刻。午饭吃饱后，肠胃需要集中精力消化食物，此时不宜立刻喝水冲淡胃液。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下午1点到3点是喝淡茶如普洱熟茶或乌龙茶的最佳时机。茶多酚不仅能帮助刮走肠道内多余的油脂，还能稳定餐后血糖，防止下午犯困。下午3点以后，咖啡因的红色警戒线，这是私人医生画下的死命令。睡前4到6小时绝不碰任何含咖啡因的饮品。年轻人喝完咖啡倒头就能睡，但老年人肝脏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只有年轻人的1/3。下午3点后喝茶或咖啡，咖啡因会在体内一直蓄积到深夜，直接剥夺长辈们宝贵的深度睡眠。特别警告，空腹不喝绿茶或生普洱，这2种茶没有经过发酵，茶多酚含量极高，空腹饮用极易引发茶醉心慌、头晕、四肢无力，对老人家来说非常危险。铁律3，看体质下菜碟，这几类人必须忌口。首富的方案虽好，但私人医生一再强调，医学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能公式。如果李先生在某段时间肠胃不适，医生也会毫不犹豫地停掉他的茶和咖啡。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以下基础疾病，请立刻开启红灯警告，乖乖退回到金字塔的第1层，只喝温白开。严重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咖啡因和茶碱都会刺激胃酸分泌，让反流和溃疡加重。这类长辈，温白开就是最好的养生药。严重高血压、频发心律失常患者，虽然长期适量喝咖啡能护血管，但在血压极度不稳定或心跳过快如房颤的急性发作期，咖啡因的瞬间刺激可能会诱发危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慎饮。正在服用铁剂的贫血患者，如果必须喝茶，请务必将喝茶时间与吃药时间错开至少1到2个小时，避免茶水里的港酸让昂贵的铁剂直接失效。长期顽固性失眠患者，对于神经极其衰弱的老人家，哪怕是上午的1杯淡茶，也可能引发整夜的辗转反侧。对这类长辈而言，规律作息和温白开比任何抗氧化剂都重要。通过这3条铁律，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顶级养生，并不是砸钱买稀缺资源，而是对常识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细节的极致自律。控好量，对准时间，认清体质，只要掌握了这3把钥匙，您就拿到了私人医生开出的这套零成本长寿通行证。1杯温水打底，1杯黑咖啡激活大脑，1杯淡茶疏通血管，普通的茶几也能变成守护全家人健康的最好阵地。听到这里，很多老友记可能会说，李先生是首富，有私人医生天天盯着，当然能坚持下来。咱们普通老百姓每天买菜做饭带孙子，这套精细的喝法真的能在生活里用起来吗？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不妨来看看2位普通街坊的真实改变。他们没有私人医生，只是照着这套黄金搭配稍微调整了一下日常习惯，身体就给出了最诚实的反馈。第1位是住在广州老城区的陈伯。陈伯今年68岁，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要去公园打太极。他以前有个极其固执的习惯，就是每天天刚亮，准时抓一大把铁观音塞进那种巨大的不锈钢保温杯里，用滚烫的开水一冲，从早喝到晚。那茶水到了下午，颜色深得就像酱油一样，又苦又涩。陈伯总觉得这样喝茶能刮油降脂，可是前2年体检，医生一看报告，连连摇头，说陈伯不仅有严重的胃酸倒流，晚上经常烧心睡不着，而且还查出了轻度的缺铁性贫血。
陈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天天吃肉吃菜，怎么会贫血呢？后来陈伯的女儿把这套白水加淡茶的方案拿给他看，一开始陈伯还不服气，但在女儿的坚持下，他试着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现在陈伯去公园晨练，保温杯里装的不再是浓茶，而是一杯干干净净的温白开。打完太极，微微出汗，一口温水喝下去，连肠胃都觉得舒展透气。到了中午吃完饭，陈伯才慢悠悠地泡上一小壶普洱熟茶，茶叶量比以前少了一大半，茶汤红亮透彻。就这么坚持了半年，陈伯最大的感受就是晚上的胃再也不反酸了，睡觉踏实了许多。前不久去复查，贫血的指标也奇迹般的恢复了正常。陈伯现在逢人就说，原来养胃根本不用吃什么名贵中药，把手里的浓茶换成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补药。第二位是71岁的退休教师林阿姨。林阿姨的问题和陈伯不一样，她特别注重养生，每天按时按点喝8杯水，茶也喝得极淡。但随着年纪增大，林阿姨发现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早上起床总是觉得头晕脑胀，一整个上午都像踩在棉花上，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就能打起瞌睡。老姐妹们跟她建议，不如早上喝点咖啡提提神。林阿姨一听，双手摆得像雨刷器一样，直呼绝对不行。在林阿姨的观念里，咖啡就是年轻人的玩意儿，老骨头喝了肯定会心慌手抖，最关键的是会导致骨质疏松，摔一跤那还得了。直到林阿姨看到了这套黄金方案里关于黑咖啡的解读，她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超市买了一罐最纯粹的黑咖啡粉。第一天早上10点钟，林阿姨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冲了半杯黑咖啡，然后牢记着防骨质疏松的铁律，往里面倒了满满2勺热牛奶，一点糖都没加。喝下去的第一天，林阿姨惊讶地发现，传说中的心慌手抖根本没有出现。相反，那天上午她的头脑异常清醒，连去菜市场算账都比平时快了半拍。这杯带着奶香的微苦饮品，不仅没有刺激她的肠胃，反而把困扰她多年的晨起脑雾彻底扫干净了。现在的林阿姨已经是这套方案的忠实粉丝，早上10点一杯牛奶黑咖啡，下午2点泡一杯淡淡的台湾乌龙茶。前阵子社区组织骨密度测量，林阿姨的骨质硬朗得很，完全没有因为喝咖啡而受到影响。她经常开玩笑说，这杯小小的黑咖啡就像是给生锈的脑壳上了一点润滑油，整个人都转得快了。你看，无论是陈伯还是林阿姨，他们并没有花大价钱，也没有彻底颠覆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们只是把错误的浓茶换成了温水，把让人恐惧的咖啡变成了加奶的良药。首富的养生秘诀，在咱们普通百姓的厨房里，一样能开出健康的花来。走到这里，我们已经抽丝剥茧，为您完整揭秘了首富李先生私人医生定下的这套黄金饮水法。讲了这么多硬核的医学原理和避坑指南，为了方便大家记忆，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做个极简的干货复盘。建议屏幕前的长辈们现在就可以把手机横过来，直接截下这几条核心重点，保存在手机相册里，每天照着做。温白开是底色，每天800到1200毫升，记得是晨起唤醒，少量多次，不要等口干舌燥了再猛灌。老人家心肾负担重，口不干身不燥，就不必强求那所谓的8杯水。淡茶是标配，每天1到2杯，饭后半小时喝是最佳时机。畏寒怕冷的长辈选熟普洱，求平稳代谢的选乌龙茶，但切记一定要淡，茶水要清澈见底，绝不能泡成浓黑的中药汤。
黑咖啡是加分项，上午9到11点来一杯，别怕骨质疏松，只要记得在里面加1小勺约15毫升的鲜牛奶，且绝对不加糖和奶精。这不仅能帮您护脑防痴呆，还能让您一整个上午都神清气爽。很多长辈为了健康，省吃俭用去买那些包装精美的保健品，结果反而吃坏了肝肾。但其实最好的神丹妙药，就是每天清晨您从自家热水壶里倒出来的那杯温度刚好在35度的白开水。它不需要您去深山老林里寻仙访道，不需要您去折腾各种复杂的偏方，只需要您顺应着自己身体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喝对的那杯茶、那杯咖啡。首富的私人医生之所以愿意把这套方案公开分享出来，就是想告诉所有普通老百姓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在生老病死和真正的健康规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被顶尖医科大学证实能让中老年人中风风险大幅下降32%的黄金搭配，并不是富人的专属特权。它不需要您花1分冤枉钱，在您自己家那张稍显陈旧的茶几上，用几十块钱的茶叶和普通的速溶黑咖啡粉，就能完美复制出首富级别的血管保护网。健康才是咱们老百姓此生最大的财富，是任何金融危机都夺不走的硬通货。您身体里流淌的那生生不息的江河，比任何一张银行卡里那一长串冰冷的数字都更值得您每天花心思去用心经营。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私人医生的养生档案对您有所启发，解开了您多年的饮水迷思，请务必在屏幕下方点个赞，让系统知道您喜欢这类真正有用的硬核科普。更重要的是，请您现在就动动手指，把这条不花1分钱的养生秘方转发到您那个叫做相亲相爱的家人群组里，转发给您最在乎的老伴、牵挂的亲人，还有那些天天在一起下棋跳舞的老友记，告诉他们别再乱花钱买保健品了，跟着首富的医生学最靠谱的养生。让我们一起用最简单、最不费力的方法，过最健康、最硬朗的长寿人生。感谢您的温暖陪伴，祝您和您的家人岁岁平安，身体健康。这里是嘉诚养生道，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